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走入澳洲，我是名师。留学生在海外生活读书，那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没错啊，就是这个安全问题。那现在呢，随着网络啊各种社交平台、交友软件的推广和发展呢，网恋已经成为大家在生活当中交友啊、谈恋爱的一种方式了，已经走到咱们的生活当中了。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实际的案例当中啊，有很多呢，确实是从这个网恋当中奔现了，在现实当中有一个好的结果。不过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朋友呢，在网恋当中遭受了这个身心方面的伤害，甚至是创伤。成年人啊，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社会经验的朋友呢，可能都很难在这个网络当中寻找到那个对的人，因为在网络上呢，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分不清真真假假了。那对于年轻的朋友，尤其是海外的留学生朋友，甚至是更年轻的留学生朋友、未成年的留学生朋友呢，可能就真的需要考虑到更多了啊。那到底怎么样从网恋当中去甄别呢？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如果真的遇到了问题，或者是身心的伤害，该怎么样去寻求帮助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朋友们来聊聊这个话题。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啊，邀请到了新州 Open 景区的多元文化联络官王淑芳警官来到咱们的频道，跟我们去聊聊这个话题。Hello，王警官您好。你好，大家好，就在视频上、音频上跟大家见面了。做节目之前跟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留学生，尤其是比较年轻的留学生来到海外读书，可能相对比较容易的进入到这个网恋这种关系当中啊。是，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网恋。网恋就是说你从网络上认识到一个志同道合的那个朋友，然后呢，进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进而变成了恋人。这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做法啊。我自己觉得说，网恋不一定说是坏事，我们要稍微的调整一下这个思考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第一直讲说，哎呀，你不可以啊，那网恋不好啊，什么东西也不一定。在网络上面去交朋友，那你真的可以见到更多的人，也可以找到更多跟你志向比较相近的人。而且呢，很多时候呢，网恋好处呢，尤其是那些比较害羞的男女哈，这种做法呢是不错的，我自己觉得。可是呢，当然人生没有十全十美，啊，嗯。虽然网恋呢有好的东西，当然有利必有弊。那我们警方呢常常看到的东西呢是这样子：第一呢，就是有些人呢会跑过来警察说啊，我被人家骗了。然后呢，我说 OK，你被人家骗的意思是什么？那有时候呢会碰到一些更坏的东西，所以我举个例子吧。那我最近呢碰到一个年轻的留学生，刚刚18岁。那他从16岁呢就已经来到了澳洲念高中，就是 Year 10，今年好像应该是考他 HSC，刚刚过了18岁。在这个期间呢，他是很孤独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太多朋友，又是特别害羞的一个女孩子。在网上呢找到了很多朋友，就碰到一个比较志同道合的一个朋友，前后大概做了一段时间的交流，觉得说我们嗯。可以面对面现实的去见面了。可是就是说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以文字来讲话，他不是嗯。真的是视频啊，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呢，做着视频去聊啊，什么东西。OK。去见面的时候呢，觉得说啊，他没有骗我，因为他的照片跟那个人是一样的，所以变成说加强了这个女方的信心。信任感。哎，信哦。任感。然后呢，第二次再见面的时候，觉得说，因为他们已经互相就是以男女朋友来称呼了，那决定说进一步成为恋人。女孩子毕竟年轻嘛，所以变成说就比较矜持了，一直到18岁以后，然后呢决定说好，那把第一次给了这个男的，给了以后呢，男的就开始就跟他卡掉了所有的这个联系。那女孩子很不幸的就是怀孕了，所以她跑来我们警局哭。我想说，OK，那你跑来我们警局哭，我们不是说不想帮你，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也没有撒谎，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说好。那你在愿意给这个男生第一次的时候，你是自愿的，还是受到任何的
威胁还是什么东西，嗯，女孩子也很老实，哎呀，这我自愿的啊。那我讲说，好，那你自愿的，OK。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当时你们觉得你们没有设想过可能会怀孕这个东西？他想说有啊，你们当时都说我们太年轻了，我们不会有孩子。我说那你们就是协商好了，即便做了这个性行为，你们也不愿意有这个孩子，是。然后呢，那我就想说，那你现在你现在怀孕了，你的感觉是？他想，我当然留在孩子啊，我这么年轻，如果我把孩子打掉啊，会影响到我的身体。我说我知道，可是你要记住，就是你之前男方没有骗你，对吧？男方没有逼你去做这个性行为，男方也没有说他要有这个孩子，对不对？那你现在有了这个孩子了，你自己想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因为你之前也谈过这个话题，就是有了孩子怎么办？你现在改变了主意，这真的不是一个刑事犯罪，就是这个小女孩呢做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我知道说我介入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在电话上跟父母亲聊的时候，父母亲讲说我的儿女被欺负了，你们警方到底在干啥？它其实就是一个民事的案例了，因为里边牵扯到一个自愿的一个概念，所以一牵扯到民事的话，像警方这边就不方便介入太多了。是，当你了解了整个故事的背景以后，从前面到后面没有任何的刑事问题在，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然这个后果相当大。那我知道说而后的时候，这女孩子呢，因为她觉得说我们警方不帮她，觉得说没有人愿意帮她，她就胡乱吃了一些药，试图把孩子流掉了，然后呢进了医院，现在还在康复当中。他是民事的话呢，民事有民事的做法啊，因为他一没有牵涉到威胁，二没有牵涉到，虽然是伤害了他人身体，可是这是自愿之下的一个伤害啊。然后呢，三呢，他们虽然是差不多属于家暴的，因为家暴有心理压力啊，什么东西，可是这个家暴的东西呢，前提之下呢，就是你们没有协商，就像我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小女孩跟那个小男孩都已经说好了，我们太年轻了，我们不想有孩子。你现在是已经尝试了禁果，然后呢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了以后，你反悔了，这是一个契约的东西哈、这边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民事的一个做法，而不是刑事案件。那像您说，如果留学生在海外遇到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的问题，那他第一时间应当去怎么做呢？第一时间找个相信的人聊，因为你来找到我们警察的话呢，你会觉得说这世界是灰暗的，因为我们警察要依法办事儿，不能够以一个比较柔软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毕竟是属于执法的一个机构啊。那我自己觉得说找一个相信的人，我不管他是老师、你的朋友、一个阿姨，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就是他们不是很喜欢跟爸爸妈妈说，那你找一个愿意去听你讲的人，要不然的话呢，我自己觉得可以甚至乎打电话找个人聊天，倾诉热线，我们叫做 Lifeline 啊，131114，对啊，那个号码是这样子，那可以聊一下，基本上它是让你有个人倾诉，开始心情平复下来，你开始会知道说我想要往哪一个方面去做。而且在这些倾诉热线当中呢，我自己觉得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这些接线员，那他们呢绝对呢是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给他们不同的做法、不同的那个想法呢，让他们有一点知识，然后呢决定要怎么去做。如果你18岁以下，澳洲呢是有一个专门给那个就是小朋友的，一直到18岁的那个小朋友，就是1800551800还是免费的。然后呢，可以就是通过电话呢倾诉了以后，开始有一个概念，自己平静下来。好，那我们接下去要再做。我还是劝一下啊，这个年轻的国外来的同学们，你们毕竟还很年轻，尤其是16到24岁的这个阶段的你们的人生还很长啊，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在当时这个是最大的情况。全天下都没有比你最大的情况了，这最大的情况了。可是它毕竟是你很长的人生里面的一个过境的一个经验，所以变成说呢，我们针对那个时候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希望就是找到最对的方式来写。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遇到这种事情，先不要再进一不要慌。步的自我伤害，对，不要慌，不要再进一步的自我伤害，甚至是可能，我知道有一些案例当中，有一些朋友，年轻的朋友可能身心承受不住，到最后可能会选择更不好的一种
对他们，选择，就不要对，这样。神之户上校，我有好几个呢是走上自杀的途径，可是我觉得这嗯是最笨的一个做法。好，你死了，那怎么样？你不只是伤害到你，伤害到你肚子里的孩子，你还伤害不了伤害你的人，你反而伤害了你爸爸妈妈那些爱你的人。所以变成说你的生命还很长，这只不过是你生命的一个转折点。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转折点找到这个更好的方式走下去，这个很重要。像我们这个职位呢，好处就是，可以聊一下啊。像我们警方的任何的一个，我们有一个青年小组的一个嗯团队啊，在我们警察里专门就是18岁以下的小朋友有一个小团，然后16到24岁的小朋友当中呢有另外一个小团去帮忙去做。也不是说辅导工作，就稍微的，就是可以跟你们聊一下的一个做法。所以，变成说呢，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利用这些资源，我们可能不能够在形式上面帮你们去提成任何的东西去到法庭，可是，嗯。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让你们有更多的资料，然后呢，希望你们做到最好的决定，这样子。明白，尤其是网恋啊，就是网络当中这种关系，一定要首先要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第二个就是，如果一旦遇到问题了，还是不要独自的去承受，找一个你身边最信任的人去跟他沟通一下，包括也可以打一下刚才王警官建议到的2个热线。那嗯，在这个热线当中，有专业的人士可以帮助你去进行一些身心的疏是。导，并且给你提供一些可以去了解的一些资源，然后指导你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还有一点就是针对女孩子嗯。吧，啊，女孩子真的你真的碰到就是说因为网恋，然后呢怀孕了什么东西，不要慌啊，不要乱吃东西。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个案呢，他现在还在康复当中啊，他这个身心受到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不要慌，没有人比你更知道说自己的身体是怎么样，所以变成说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我是很希望来这里的留学生，请你们注意一下，你们所谓的网恋什么东西，你们可能真的会，也不是说被骗啊，我神之乎不能够用被骗这个字话，是被迷惑吧。你在网上谈恋爱的这个人，是通过要么就是照片，要么就是他们写的基本资料，让你知道。可是呢，你要接下来走下去的那个人，你要是奔着结婚去走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呢，如果说你们决定要去进一步，就是有这个性行为，那你要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怎么样？那如果有了孩子，应该怎么办？你如果不想要打掉这个孩子，这女孩子是决定打掉啊，造成她自己不只是身体上，可能心理上一个长久的一个伤害。所以，变成说，如果你们真的决定去做这样的事情，可以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来的。因为网恋很奇怪，像这个女孩子就想说3个星期、3个月，我刚才都说了，这个时间呢，实际上如果是正式的，以前没有网际网络的时候呢，不是很长时间，我们不会这么嗯。频密的接触，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快去到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变成说，网恋呢会加速这个东西，因为你天天在网上，你觉得你认识这个人好久好久好久了，所以变成是这个东西你们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尤其是留学生，你们刚刚来，你们对这一切的环境都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你要学会就是自我保护，是不是真的你想要走这段？那你真的走了这一步以后，那之后你应该怎么去做？还有就是说，在父母亲呢，就像那个父母亲呢，就想说，你们既然让孩子们来到这里，那你们真的要花一点时间，真的要每天视频他们或者是什么？那孩子这么寂寞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你的父母亲，因为那父母亲我知道，我聊了一下呢，那爸爸妈妈有跟我说，我哪里有时间？我们已经努力赚钱，让他能够在澳洲读书啊，然后那什么东西，那他还跟我搞出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你要真的是花一点时间，即便你远远在国外，你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就是每天跟孩子们聊啊，问一下啊，让他们没有那种寂寞的感觉。因为当他有这样的寂寞的感觉，现在人的那个交流方式一定上网去做朋友，这已经是社会的一个趋向。所以变成说我们逃不掉这个东西，所以我已经跟那个父母亲讲说，我们逃不掉这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样加强孩子们自我意识的这个保护很重要。是，像跟您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它还跟杀猪盘是不一样的。我们聊的不是这种像我们以往聊的骗局啊，或者感情的哎，骗子，或者金钱的骗子，
而是真的就是一段网恋，但是呢，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不愉快的一段事情。关系。再来就是说，有时候呢，网恋呢有个不好处，有时候呢他们会要求你，就是说你可能脱一点衣服啊给我看啊，然后呢他们会截下视频啊，我会把它存在我的那哦，个手机上啊，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大家都要稍微的，就是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哈，尤其是国外来这里的性观念呢比较开放，你如果觉得不舒服、不想要，你都可以不做，不要因为被人家引导。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发现，就是说，去问这个小朋友，因为很多时候都是那种差不多16岁到24岁这个阶段吧，还在念大学，还没有真的步出社会这个阶层的小朋友呢，就是他们都会做一些照片啊，什么东西。那你这个照片呢，如果拖得太多，那被人家拿去成为你威胁的武器，或者被人家传了，都不太好啊。这个还是属于民事吧，他还不能去到刑事，尤其是嗯。你自愿的把这个东西给他。所以留学生网恋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去关注啊，尤其是这个留学生本人身边的亲朋好友、最近的人、父母，一定要留意孩子在海外的这个生活呀，最近都每天都发生什么，然后身心的一个变化，多去关心他们，尽量帮助他们去分担这个孤独感和在海外的这种想家的这种感觉。是我们希望每一个留学生都能够在海外有一个平安是快乐的一个读书和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是，阶段。留学生朋友身边的朋友呢，也可以多去给予他们帮助和关心，尤其是在他们遇到困难、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多多去关心和帮助他们。那咱们这个话题呢，就先跟朋友们聊到这儿啊。如果说您有什么想法，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视频底下留言。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呢，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加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在下一个视频当中再见。